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班老师努伦基 Sam。来到了我们的顺时针环岛的第二天了哦。那今天郭班老师呢起得蛮早的，7点呢我就准备要出门了哦。那我是想说，因为要去台东的这个路上行程还蛮远，然后我想去的地方还蛮多的。越早出发呢，就可以越多的争取到这个天亮的时间，对不对？而且呢，早上出发的时候，这个马路上有一种清晨的感觉车也比较少，光线也比较漂亮，所以呢，今天呢就选择了早起出门啦。那本来早上要先去找一个这个早餐店来吃的可是发现这个花莲的什么早餐店好像我去的都没有开火大，干脆就先不吃了啦我就一路的就直接要往台东来前进了。好，来到这个路口太平洋公园这边右转呢，就是我们的193县道啦。哇，早上才7点多呢，这个风景还有马路上的气氛都非常的不错蛮宁静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地上写着禁行机车、禁行大型车。这个时候又觉得说我们重型机车被算成小客车好像还比较方便，真的法规有点畸形在这个路口呢要左转，等一下才能够继续的接到193县道那这边呢就是大家常常熟知的花莲大桥啦。那过花莲大桥之后，我有一点点反射动作就直接往台11线骑过去了，因为以前都是在那边转的嘛，后来才想起来我今天要走193所以呢才回头，但是发现这边下来的风景，哇，刚好是顺光就非常的漂亮。我总是觉得这个花莲的山呢，不只是高耸而已，它还有一点点俊秀，因为它常常是会伴随着一些云在它的这个山顶上，所以看起来呢是比较有韵味的，我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好，拍完了美照之后呢，就要继续往193来南下啦。前面这台白车停的位置有一点点怪怪的蛮奇妙的。好，我没有走左侧红色的那个台9线，也没有走右侧的蓝色的台11线。我今天呢要走193，然后沿路呢要往右边来观赏我们花莲溪的风景。但是事实上，来到了这个山路上，发现旁边蛮多的树挡住了你的视野，所以其实也只能够在偶尔的这种空档的地方往下看一下风景。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花莲溪上有很多的淤积的沙石，所以有蛮多的砂石车在那边工作的。再往后面骑一阵子呢，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路段右边是很空旷的，可以看到花莲溪跟后面山的景色，哇，非常棒。来到了这个路口，他说呢要走193就要继续左转，那我就顺着他的引导走上去啦。后来我发现这边真的是一个淳朴的小径路边有这个黄黄的，我想说这是什么？停下来一看，是黄牛它就在这个马路的旁边，非常的靠近，甚至于说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防护的这些设施不过这些牛脾气都还蛮好的，我就跟他们合照，留下很特殊的体验。经过这样子的社区小路的时候呢，我总是会去想象这边的人生活的样子。人家说旅行就是从你活腻的地方跑到另外一个人他活腻的地方，对不对？有点好笑了然后继续的前进呢，我发现这个193视野其实没有我想象的好，所以我就在这边要右转。哇，这边往11丙过去的道路呢，就是刚好是由东往西，现在是早上嘛，所以顺光，远方有这个宽阔的路跟这个大大的山，还有上面有云，哇，整个风景非常漂亮。那这边就是米站大桥因为刚才那个地区就是米站米站，风景非常的赞接上了台11丙了，那省道呢就是又直又大又好骑了那旁边的风景当然也不错，可是因为它有蛮多的行道树所以你说它是有一点遮住也好，或是说这个行道树让你看上去觉得也很舒畅也好这个有好有坏的好，接上了新丰平大桥，那这边已经是台9线了那这座桥呢也是非常的视野开阔
然后马上呢又接上了万里溪桥，就是沿着台九一直往南骑了哈。旁边有铁道，这个骑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又再经过了这个光复车站，东部的居民呢，这个铁道还是他们蛮主要的一个交通手段。好，来到了我的第一个设定的景点了，这边就是光复糖厂。这边呢，我曾经在将近30年前来过哈，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毕业旅行，那当年是大3升大4的时候来的哦，哇，隔了20多年，再次的来造访啊。虽然呢还蛮早的哦，才8点出头而已，可是呢我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一边呢，在地图上呢是叫做光复糖厂怡莲园，那这边这个波光隐隐啊，也是蛮舒适的。那我特别选了这个角度是为什么呢？特别选定了这边还有一只那个鱼哈，它是卖那个鱼饲料的哈，就是因为呢，在当年大学毕业旅行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在这边呢跟同学们留下了这样的一张合照。大家有看到我吗？就是那个最左边的箭头指的哈，然后后面有那个鱼的那个机器有没有？还有那个凉亭，哇，真的是太怀念了哦！我马上在这边呢复刻一张当年的那个照片。当年要升大4的那个小伙子啊，现在已经是白头发的大叔啦。那这边的冰品呢，真的是琳琅满目哦，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可能都有。不过呢，我早上没有吃饭，还是不要吃冰好了哈。所以后来我就在他的大门口的 7-Eleven 吃了早餐，然后就继续的上路啦。这边是大富桥，哇，这个台九线的风景啊，也还是蛮漂亮的。你看这右边的青青的草原，后面的高山。然后呢，又接到了这个地方是193的瑞穗大桥。那经过这个瑞穗大桥的时候，我发现下面有人啊准备要出发去泛舟。后来我才想起来，很久以前我也来过。这个向上泛舟就是从这个西边呢走秀姑峦溪往它的下游去的啦。哇，后面这一段的193，我觉得真的非常漂亮，有很开阔的田，然后呢也有这个两侧的行道树的树荫。哇，难怪那么多的脚踏车、自行车的骑士哦，都要过来这边骑这么一段哦。我看到刚好也是今天有车队，哇，忍不住帮他们比一个赞，他们真的是太有毅力了哈。继续沿着193往南骑呢，我下一个目标点就是玉里的松浦天堂路。哇，来到这边真的是视野非常开阔，而且这个季节呢，刚好它的稻子呢已经有一点点结穗了哦，所以拍上去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漂亮。哇，看看我的 CB300R 搭配上这个绿绿黄黄的稻田，远方的这个青山，还有蓝天，还有白云，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后来我尝试着往这个所谓的天堂路往里面骑一骑啊，我发现越往里面骑就越不像天堂啊，因为它里面其实就是人家要种田的一个道路而已啦，所以后来我就回头啦。那就沿着193线道继续的往南骑啦，一路上呢就可以享受这个广阔的稻田的景色。这是在跟谁打招呼呢？这是跟刚才有一个跟我说话的骑脚踏车的一个阿伯，哇，他体力真的非常好。那一个人骑机车旅行，有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好处吗？就不会只是跟你的朋友聊天，你可以在路上跟很多不同的年纪的朋友谈上几句话。虽然以后可能不会再联络吧，但是呢，你可以透过他们的对话，了解一下他们人生的经历，也蛮不错的。好，来到了真正的这个玉里的这个地方呢，我就要右转啦。我想要去玉里吃一个桥头臭豆腐啊。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这边连接的这座桥就是这个玉里大桥，就是去年的9月18号啊，因为大地震而受损的这个桥啊。好，来到了玉里的街区了啊。那这边导航跟我说，桥头臭豆腐就在左手边，就是这一家啦。我等了大概10几分钟吧，10点半呢，他才开店哦。然后呢，想说马上可以吃到了，结果他10点半是发号码牌，11点才会开始正式的贩卖。哇，那我实在没有办法再等30分钟，然后就为了一盘臭豆腐哦，所以只好下次有缘再来吃啦。那就沿着原路呢，要走玉里大桥回去刚才的路段了哦。
哇，看到他们还在做这个修补的工程，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今天去台东的路啊，我设定了要再走一个这个玉长公路，就想说趁这个机会来解锁一下。前面这边有一个货车哈，怎么从路边停车直接给我转到左转这边来哈？哇，我觉得好多的这个驾驶朋友啊，真的是都不是非常用心啊，这样其实是违规的。大哥，正式的踏上玉长公路啦，这边是玉里到台东长滨的一段道路哦。那一进来呢，马上就进入了安通温泉区。那这边的路上有好多的这种日式灯笼，在告诉你这边有温泉可以泡。不过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观光景点应该要去日本化才对，就是说我们应该有凸显自己的特色，不要一直让人家觉得说你都在学日本。那日本其实没有很远嘛，其实要去日本大家就去就好了。好，来到这边其实已经有一点点下雨哦。那进入了这边是玉长隧道，我就想说，哇，如果真的下大雨的话，出隧道我就回头好了哈。不过还好，天公作美啊，一出隧道迎接我的是更晴朗的天气。我就在这个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这个展望台这边呢，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呢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哇，太感谢了！迎接我的不是狂风暴雨，而是台东蓝。好，跨越这一个铁架呢，就是进入了台东的长滨乡了。沿路呢，就是由高往低起哦，所以可以偶尔就看见远方已经有那个海平面在那边。哇，这段路骑起来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舒压啊！大家看看，天气又好，蓝天白云，还有湛蓝的大海。哇，这一整片的台东蓝真的是不枉费我从花莲一路这样子骑过来哈。好，这边一个转弯呢，大海就在我的右手边，哇，真的非常靠近了。这个笔直的道路向着湛蓝的大海延伸出去，这个画面真的太棒了。真的非常的感谢啊，今天来挑战玉长公路，一路顺畅啊。右转接上了台11线哦，大家看一下右边跟左边那个天气好像差很多。还好呢，就是越往南骑，天空是越放晴的。然后前面的左边大家有看到哦，那边有延伸出去的一个这个海角，那边就是之前我曾经北上的时候经过的乌石鼻。因为我今天蛮早出门的嘛，比较有时间，就来去看一下。沿着刚才那个羊肠小径前进，没有很久哦，就来到了这个乌石鼻的渔港。那这边有厕所，如果你只是内急过来上下厕所也是蛮方便的。哇，这个台东的乌石鼻小渔港也是风景非常的漂亮哦。这个台东蓝就是不一样哈，让人看了真是心旷神怡啊。简单的拍完了纪念照之后呢，还跟旁边的骑士聊了一下天，然后呢再继续的出发。过了这边就是来到了台东的成功镇啦。那今天要到成功镇呢，有一个我自己设定的一个景点哦，其实去年也有来过了，就是八翁翁海岸。那这个海岸呢，它真的就是离海非常非常之近啊。然后呢，看过鲁特去过一次，我哥哥来过一次，然后我自己也来过一次之后呢，这一次的顺时针的环岛，我还是要再来看一下。哇，差不多现在已经是中午的时间了哦。那来到这边看看这个大海，哇，享受一下这个悠闲的时光，是真的很不错的。这边基本上它是自行车道，不过机车、汽车也都是可以骑哦。那我自己的经验呢，是这一个路段它最直，那也可以说是最安全了哈，比较不会挡到别人，所以就把车停在这个路边，留下来拍几张纪念照。哇，我的 CB300啊，陪我上山下海，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养车轻松啊，性能够用，然后呢，拍起照来还蛮帅的。在八翁翁海岸待了一段时间，喝了一点水，休息了一下之后呢，已经过中午了哈，肚子也饿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去台东县的东河乡，那边有很有名的包子哦。我们赶快来去吃中餐吧。但是来到了这个街上啊，这个 Google 导航有点不给力，一直搞不清楚到底哪边左转哪边右转。后来发现了这一家东河包子，还说仅此一家，可是我就觉得好像不是这一家哈，因为看人家影片介绍的是这一家，它在一个大树的下面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找最原始的店的话呢，其实是要找到这一家的。当然包子只要是东河出的都算东河包子啦，包子也没有什么专利嘛，没有说只有谁可以做，对不对？哇，历史性的一刻来了，我终于吃到有名的东河包子啦！在店员的推荐之下呢，买了肉包跟竹笋包，这2个口味都蛮好吃的。这个吃包子呢，就配美车，我就是边吃包子边欣赏自己的爱车啦。看了很多遍，还是觉得蛮好看的。好，吃饱喝足之后呢，就继续来上路啦。我自己设定的下一个景点呢，它就在台11线的旁边而已，也是非常的顺路哦。但是上一次环岛的时候我没有来到，这一次呢，我就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水往上流啊。那这个地方其实有人说是什么5分钟景点啊，有人说这边就是很鸟啊怎么样的，但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啊。你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看看这个有一点点奇妙的奇观，也蛮好玩的。虽然理智上知道水是不可能往上流的，它一定是往下流，只是因为有一种这个错觉视觉上的这个骗局吧，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这个水怎么会沿着这个山坡往上去呢？其实这个山坡就水平来看，它一定还是下坡，不然这个水怎么可能会往那边流，对不对？那据说是以前有一个原住民的青年他为了灌溉用就挖了这条水沟，没想到现在变成一个奇观，变成一个台东县的景点那后面的路段呢，哇，也是由高往下骑就可以看到那边的大海，然后还有远远的那边又有一点像乌石鼻那样延伸过去其实那边应该就是恒春半岛。我又来到了台湾的南端了然后这边又有好多的这个棕榈树，很有南国风情。后来呢，也来到了一个上次没有停留的，这边呢就是嘉鹿兰休憩区这一次呢，其实我还要回转也不是那么顺，但是我还有时间嘛，今天真的蛮早出门的，好处就在这边啦，就把车停了呢，也跟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大海。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展望台就走几步路上来，可以看到更宽阔的湛蓝大海。环岛已经第2天了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淋过雨，哇，是非常的感谢刚才在玉长隧道之前，在花莲那一段有一点点滴到，不过呢都没有拿雨衣出来穿所以一整天呢都算是非常的幸运。嘉鹿兰休憩区我觉得还不错里面真的非常的宽广，然后呢停车位也非常足够，不过11月之后听说是要收费了那这是在这个台11线的路边拍的照片，也很漂亮，对不对？下次大家有经过的时候呢，不妨可以进去走走看看，真的蛮不错的。下午2点我就已经到了我的这个台东的住处了这边是斗宅柑它就是取名于台东的一个农作物，真正的橘子，它上面有一个有点像肚脐一样的凸起叫做肚脐柑吧，斗宅柑。那这边的这个民宿呢，还蛮温馨蛮干净那这边还有这种古早味的碗橱，哇，这个让我想起了外婆家。这边是他们1楼的厨房，都是公共空间，都可以使用。那我是住在2楼男生房，那今天只有我一个男生，所以6人房呢，我一个人全包了。晚餐时间，我到铁花村附近去吃那他们路边有很多这个热气球造型的这个小小的灯挂在那边。那个时候我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听说他们准备要熄灯要收掉了那这些照片就变成他们最后的身影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国宝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